美国空军将领认为，介入台海的首要任务是击沉中国军舰。那么我们能防得住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超。据美国军事网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军将不得不集中精力击沉中国舰只。这位美军中将在航空航天部队协会战争研讨会上说，舰艇上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将使中国军方有能力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交战区。美国太平洋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击沉舰只，这也是任何卷入此类冲突的军队的主要目标。威尔斯巴赫说，为了能够击沉中国的船只，美军正在演练将更多的机组人员和飞机分散到很多岛屿的战略。美军可以通过武装无人机在该地区积累火力，而 B-21 轰炸机可能有助于美军的行动。过去我们就说过，美军武力干涉台海的样式不是航空母舰，也不是靠战斗机来夺取制空权，而他们的主要战法就是出动轰炸机和攻击型核潜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攻击中国的舰船。当这些攻击平台和导弹数量足够多时，中国水面战舰就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负责台海登陆作战的后勤运输的船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几点：第一，美军在考虑打击中国船只的战术时，将航空母舰和舰载机排除在外，因为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的面前，其脆弱性非常明显。第二，用导弹饱和攻击舰只具有较高的战争效益，也就是反舰导弹远比水面舰艇更便宜。第三，远程巡航导弹和隐身战略轰炸机的组合可以让中国在太平洋方向宽大正面的防御变得更加困难。第四，核潜艇与巡航导弹的组合同样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破解美国空军所提出的重点攻击中国舰只的战术呢？首先，对台湾地区的重点目标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从而达到以武逼谈的目的，是目前实现两岸统一的重要方案之一。只要能通过火力打击的方式摧毁台湾地区当局的抵抗意识，通过谈判的方式完成统一，解放军然后再进入台湾岛，是一种风险较小的统一模式。第二，在太平洋方面建立更大的防御纵深，建立反隐身预警网。中国需要更多的航母战斗群，装备更多的重型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展更多的战略预警机和无人预警机。在西太平洋方面，建立起对隐身轰炸机的预警和拦截网。歼20通过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很强，如果我们装备的数量足够多，就能够破解 B-21 隐身轰炸机所带来的威胁。第三，一旦开战，迅速摧毁美军岛链机场，阻止美军组织起高强度的轰炸机攻击机队，打乱美军的作战部署，让 B-21 的空袭变得更加复杂，就能极大地降低中国舰只的防空压力。第四，用制空权破解巡航导弹的威胁。美军未来很难在中国家门口夺取制空权，那么我们就要充分地放大这个优势，利用预警机以战斗机组成的防空网，帮助水面战舰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就成为了关键。总体而言，中国已经建立起的反航母作战能力，可以说已经对美国海军构成了强大威胁。因此，在未来的双方对阵中，美国海军的航母和舰载机可能用不上，因此他们未来可能会更多的使用隐身轰炸机和隐身巡航导弹来对付解放军的舰船。那么，如何在更远的距离上拦截隐身轰炸机以及隐身巡航导弹，就需要有强大的预警能力，包括天基卫星网络和地面的反隐身预警雷达。
此外，还需要发展具备远程拦射能力的导弹，包括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美国人能想到的，中国军队也能想到，并且能做到。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来破解美军轰炸机的威胁了。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破解美军隐身轰炸机和隐身巡航导弹的威胁，从而让美军在台海问题上不敢真动手。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